上集说到，一场意外的邂逅让杀手级鼎鼎有名的经济公主成为了阿尼亚的临时老妈，和老艾德达成了合作型的夫妻关系。那么接下来的首要任务便是让阿尼亚能够成功通过学院的面试。在东国首都的一栋住宅里，昨晚上才结了婚的约尔已经搬着东西来和老艾德同居了。老艾德表示，除了有客人来装装样子外，平日里他们还是要分房住。阿尼亚则举着手热烈欢迎这昨天才认识的杀手老妈。仅从外表来看，估计没人能想到这普普通通的一家人会是一个间谍、一个杀手，还有一个超能力者的奇葩组合。阿尼亚一边帮忙搬东西，一边嘟囔着阿尼亚是母亲的孩子，像个宝。听到母亲一词，约尔一时间还不太习惯。这时一旁的老艾德表示，他已经通过特殊渠道将婚姻登记改为了1年前，至于之后该如何和约尔弟弟解释，到时候再商量。这么做，老艾德也是有讲究的，毕竟在考试前再结婚，容易遭到校方怀疑。约尔也是无所谓，反正上头的许可已经下来了，时间上宽裕的很。两人不知道的是，他们心里的小九九都听在阿尼亚耳朵里。他一边吃着瓜，手里也没闲着，帮忙搬东西，可这就把一旁的约尔急坏了。谁让阿尼亚手里正好拿的是他装杀人武器的盒子呢？就这样，一家子忙活了一下午，将屋子给打扫出来了。那么接下来就轮到正事了，关于学院面试的模拟演习。请问阿尼亚同学周末一般做什么呢？阿尼亚如实应道，父亲命令我看家，所以我就一个人寂寞的看电视。说什么呢？这样给人印象很差呀。那母亲您的教育方针是？先下手为强。果然还是放弃吧，这样根本不可能通过面试的。见识到两人的真实水平后，老艾德打算暂时放弃面试模拟，先带他们母女俩出门逛逛，掌握些上流家庭的基本常识再说。出门对于阿尼亚来说是最高兴的，一路上哼着小曲儿，还要母亲牵手手，看在老艾德眼里也是很欣慰，看样子他们已经渐渐熟悉了起来。可下一刻，阿尼亚就听到了月儿的心声，让我不由想起了小时候的弟弟，我记得好像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结果不小心勒断了他2个肋骨。阿尼亚一甩手，赶紧逃走了，让老艾德不禁怀疑刚才的结论是不是下早了点。很快，几人来到此行的目的地，上流人士的爱好歌剧，是老艾德托关系才拿到的票。为了避免在面试时露出破绽，就该多接触这些新鲜事物。想法是挺好，可转头一看，约尔神色窘迫，头都看冒烟了，阿尼亚则睡得跟死猪一样。那行吧，去下一个。普通人是很少能接触到的一流画展，能很好的提高艺术建设能力，但阿尼亚总是能指着那光溜溜的人体画，大喊着父亲快来看，这个没脑袋，这个没身子。老艾德已经无话可说了。这时他突然瞅见约尔正在仔细欣赏这一幅作品，脸色兴奋不已。但他根本想不到的是，这幅作品名为断头台，不愧是杀手，多少都带点特殊癖好。看完了画展，老艾德又带他们来到了东国政府举行的政治演讲。这样的爱国教育同样也是学院所看重的。但这些被带动情绪的东国人民，不管是嘴里喊着还是心里想的，都是一些咒骂隔壁西国的肮脏话，听得阿尼亚非常不舒服，告诉老艾德阿尼亚不喜欢这里。老艾德赶紧表示，那就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一听休息2字，阿尼亚似乎就舒服了，表示肚子饿了要吃东西。所以这货到底有没有事，老艾德是搞不清楚了。来到餐厅，点了些牛排和点心，见阿尼亚只挑着坚果吃，老艾德批评他不能挑食，更不能用手抓。还有约尔小姐一边间谍生涯10余载，完成过无数艰难任务的黄昏，还是头一次体会到了巨大的挫败感。只有阿尼亚一边吃着，还一边让他别在意，在意啥？唉，果然还是我选错人了吗？不，本就不应该指望这些外行人对各种事态进行预测，基于周全的计划再采取行动，这才是间谍的铁则。那么，我该把面试官可能要问到的问题一个不剩全列出来，然后再让他俩把完美答案背下来，或是建立一个我能从旁协助的计划才行。这也太不现实了吧！就在老艾德因任务而感到心力交瘁时，约尔突然提出要不要出去散散心。采纳了约尔的建议，一家人来到海拔相对较高的一座公园，享受着清新吹来的微风，在俯瞰着这整座城市。还别说，心情确实舒畅多了。要是没有阿尼亚口出惊人的吐槽，人类就像垃圾一样，那就更好了。老艾德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学来的这些话。这个郊外的公园是约尔平时工作累了就会来散心的地方，一想到自己做的事情对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所帮助，他就会再次激起斗志。见自个说了半天，老艾德都没回应，觉着可能是他不太喜欢这个地方。不过阿尼亚倒是很喜欢这里。其实也不是老艾德没回应，而是他此刻正看着街上有说有笑的孩子们怔怔出神，也不知道心里在想些什么。就在这时，他突然瞅见街上一老婆婆，她身后的街溜子神色有点不太对劲，果然下一刻就抢走了老婆婆的钱包。任由老婆婆怎么嘶喊，街边的人都没有反应。远在山崖上的老艾德也只能感叹一句，老婆婆太不小心了。可谁料话音刚落，就见月儿嘴里喊着不可原谅，直冲了下去。再重复一遍，这里可是半山腰。而老艾德只能抱着阿尼亚老老实实找道去了。没一会儿功夫，月儿还是跟丢了，只得先回来看看老婆婆情况，并承诺他一定会抓住那小偷的。回头一看，老艾德和阿尼亚已经不见了。而此刻的老艾德已经追着那人来到了闹市，看着这茫茫人海，想找到那混入人群的小偷基本是不可能了。可这个时候，只见阿尼亚瞪大了眼，用心听取着街上来往人们的心声。一时间，各种杂乱的声音混作一团，信息量太大，阿尼亚都开始流鼻血了。就在某一刻，一道奸诈的声音被他捕捉到了。哼，那老太婆钱还挺多的嘛，找到那人了。阿尼亚没有明说，只是告诉老艾德他想吃蛋糕。老艾德正想说这不是刚吃过东西吧，可这时顺着阿尼亚手指的方向，那蛋糕店门口一道身影引起了他的注意。衣服是换了，
但走路习惯可改变不了，就是那家伙。这时约尔正好赶到了，劳埃德丢下了一句看好阿尼亚，就一跃而起。那小子正想着该去哪里好好吃一顿，就被从天而降的劳埃德摁倒在地上。你这混蛋，只适合吃牢饭！看着被打晕的小偷，劳埃德知道他犯了界内最忌讳的事，引人注意。这个家伙抢了别人东西，请报警逮捕他，拜托了。楼上的母女二人看见这一幕，也露出了笑容。事情结束后，他们将钱包还给了老婆婆，收到了老婆婆真挚的感谢。约尔笑着表示都是她丈夫的功劳。劳埃德则撇清道，主要还是因为约尔小姐她才会。不过话还没说完，就被老婆婆抓着手一顿感谢，还想着反驳，但突然他想起了那句常听到的话：无名英雄啊，你们谍报人员的活跃永远无法为世人所知。不过偶尔被人感谢一下，好像也挺不错的。被阿尼亚吐槽道，原来夫妻是个傲娇。劳埃德也向约尔小姐表示了感谢，虽然过程不太顺利，但托他的福，心情好多了，他也重拾了对工作的信心。本来多么和谐的一幕，却被阿尼亚一句父亲和母亲在卿卿我我给搅和了。不过从另外的角度看，这样或许才是这一家三口最和谐的一幕了。完事阿尼亚还不忘向父亲邀功道，就没有对阿尼亚的感谢吗？也对，多亏了你嘴馋，我们才找到了犯人，了不起了不起。三人的拌嘴看在老婆婆眼里，她用一句话就给总结了：你们仨真是绝妙的一家人呐。回到家时，天已经黑透了。劳埃德提出再来一场模拟面试。那么，请问阿尼亚同学周末一般做什么呢？阿尼亚如实应道：看歌剧、逛画展，还去餐厅吃了饭。很好，就是这样。别人问起来，你就回答今天的事情。那么下一个问题，当你看到朋友在做坏事，你该怎么办呢？阿尼亚望着天花板，仔细回忆了一下，这才说道：从上面跳下来收拾他，再送他去吃牢饭。不行啊，果然还是死了这才行吧。阿尼亚还不忘补一道，父亲真是帅爆了。约尔这时也端着热茶走来，附和道：的确是很帅呢。看着眼前的母女俩，劳埃德叹了口气，又想起了老婆婆的话：你们仨真是绝美的一家人。要真是这样的话，那就当做准备工作有了1%的进展吧。那么在这里就是建立过家家任务3的全部内容了。绝妙一家人度过了绝妙的一整天，正朝着任务目标一步一个脚印缓慢前行着。下期预告：玄月面试开始，决战时刻来临。好了，喜欢本期视频别忘了关注和订阅哦。那么我是青，我们下期见。